十字军东征，一部被颠倒的血泪史。人们对十字军有着普遍的误解。中国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上写着，十字军东征是由视权如命的教皇发起，由宗教暴徒冲锋陷阵的一系列圣战。十字军的成员是那些缺乏土地并且是不成器的人，利用这个机会到远处去掠夺。十字军东征是天主教历史乃至西方文明的污点，是自以为义和不宽容的范本，是后世西方帝国主义的先兆。这样的解读完全是颠倒黑白。真相是什么呢？让我们从历史说起。基督教在公元1世纪兴起后，经历了罗马帝国数百年的排挤与迫害，靠和平方式传播。4世纪被确立为罗马帝国国教，然后传遍了西罗马帝国与东罗马帝国，横跨了整个地中海，包括它的诞生地中东地区。几乎整个欧洲与中东都信仰基督教。耶路撒冷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和复活的地方，耶稣曾经走过的地方被视为基督教的圣地，吸引着大量的基督教朝圣者。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诞生并传播。穆罕默德去世后，他的继任者哈里发开始向基督教拜占庭帝国发动进攻。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这些曾经是世界上基督徒比例最多的地区，很快沦陷。637年，耶路撒冷被攻占，穆斯林占领了原基督教世界2/3的土地，中东和北非，长达4个多世纪。11世纪，塞尔柱土耳其人占领了。自从圣保罗时候起，就是基督教区域的小亚细亚，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东罗马帝国随后灭亡。尽管穆斯林统治者允许基督教徒朝圣，随着塞尔柱土耳其人的崛起，对朝圣者的安全威胁增加。教堂被拆毁，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被卖为奴隶和囚禁，并被数不尽的酷刑折磨。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和文化，必须捍卫自己，否则就会被伊斯兰吞噬。情急之下，君士坦丁的皇帝派人向欧洲的基督徒求救，请求他们援助东方的弟兄姊妹。法国教皇乌尔班2世以其深厚的宗教信仰和改革精神而著称，在1095年召开的克莱蒙特会议上，他号召基督教界的勇士们抵挡伊斯兰的侵略。他的呼吁激起了欧洲广大基督徒的响应，促成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参加武装朝圣的人们都佩戴了十字架作为教会的象征。十字军由多个宗教骑士团组成，包括圣殿骑士团、条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这些团体把自己称为朝圣者，在他们去往耶路撒冷圣墓的路上行使正义。所以，十字军东征是防御战，是抵挡或防御穆斯林对基督徒土地的占领，目的是为了夺回耶路撒冷和其他对基督教具有重要意义的圣地。中世纪的欧洲处于封建时期，参加十字军东征的战士们多为保卫庄园主的骑士，都拥有大量的土地。东征是一项耗资巨大的行动，领主们被迫出售或抵押土地，以筹集必要的资金。他们甘愿放弃一切去接受这神圣的使命。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想得到物质财富，而是因为他们不想积攒财宝在地上，他们想积攒财宝在天上。圣经马太福音6:19-20，大多数人对海外王国也不感兴趣。每次东征回来，绝大部分的领主都倾家荡产。十字军东征发生在1096年至1291年间，共进行了8次，规模、力量和成功程度各不相同。只有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夺回了耶路撒冷和大部分巴勒斯坦地区，只有极少数人留下来巩固和管理新占领的领土。耶路撒冷在收回后88年，于1187年10月2日沦陷于阿尤布王朝的萨拉丁之手。这次沦陷标志着十字军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失利，也引发了后续的十字军东征。朝圣者们试图再次夺回这座圣城，但后来的许多次东征都以失败告终，未能在圣地建立持久的基督教控制。在巨大灾难面前，整个欧洲的基督徒不但被迫接受了不断增长的穆斯林势力，而且更坚定地认为上帝正在惩罚西方人的罪恶。敬虔运动在整个欧洲萌芽，他们致力于净化基督教社会，希望这或许能使他们可以在东面的战场上取得胜利。因此，12世纪晚期的十字军东征变成了全面的抗战。在本土阵线上，所有的基督徒都被号召借着祷告、禁食和捐献来支持十字军。每一个人，
无论多么虚弱或贫穷，都被号召上阵。战士被要求牺牲他们的财富，如果需要的话，甚至要为捍卫东方的基督教而牺牲他们的生命。没有领导者，没有指挥链，没有补给线，没有详细战略，只是千千万万的战士挺进敌人腹地，效忠于一个共同的事业。他们中有许多人丧命了，不是死于战斗，就是死于疾病或饥饿。它是一场粗糙的运动，似乎总是处于灾难的边缘。全球伊斯兰化的势头似乎不可逆转。然而，就在这一切的危局中，欧洲正在悄然酝酿着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个人类历史空前的文明高峰。古典希腊罗马价值观、基督信仰、对商业和企业家精神的尊重的混合体，推动了文艺复兴的产生，从而促使基督教人文主义、科学革命和全球探险等运动的诞生。即使还在为生存而征战时，欧洲已经准备着全球规模上的拓展，因为陆上丝绸之路被穆斯林军队切断，或者变得不再安全。许多大航海探险的动力，就是希望重新打通到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商业路线。随着欧洲财富和势力的增长，曾经可怕和老练的土耳其人开始显得落后与可怜了，不再值得发动一次十字军东征了。欧洲病夫，当时奥斯曼帝国的称号，一瘸一拐地走到了20世纪。当他最后断气的时候，留下了现代中东地区目前的混乱局面。十字军东征坚持了近200年的时间，虽然没能夺回圣城耶路撒冷，却有效地阻止了伊斯兰世界的扩张，阻止了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国的形成，为欧洲的发展和随后的繁荣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十字军东征毕竟是战争，像所有的战争一样，暴力都是残酷的，过程中有意外，有错误，也有罪行。十字军东征后，欧洲各地人们对旅行和学习的兴趣高涨，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可能为文艺复兴铺平了道路。后来，西班牙的船只从美洲满载着黄金白银回到本土，支援抗击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这是帮助欧洲实现实力反超的因素之一。有意思的是，最后拯救了欧洲的不是朝东收复失地，而是向西往美洲和东方的探险。今天的耶路撒冷是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3大教派的共存之地。基督教主要由天主教、东正教和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等组成。尽管以色列政府对其拥有实际控制权，但这些宗教场所和区域的管理通常由各自的宗教团体负责。这种复杂的控制和管理体系反映了耶路撒冷作为一个多宗教圣地的特殊地位。多宗教对圣城耶路撒冷的争夺，也造成了今天中东战火频仍的局面。十字军东征是中世纪的重要事件，它塑造了欧洲和中东历史的进程。中世纪的战士是为了他们的信仰而战，成千上万的战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然而，十字军的虔诚、自我牺牲精神和对上帝的爱，却被曲解成阴险的计划与军事野心。事实上，如果没有他们的奋力抵抗，今天的欧洲文明灯塔美利坚将不复存在。如果没有十字军的东征，今天的你我都得披戴头巾，高喊真主安拉。